拿到 GoPro 以后，我们迫不及待带下去潜水，想要试试看 Hyper Smooth 4.0能不能解决我们在潜水过程中拍摄影片摇晃的感觉，增加拍摄的质感。然后也测试一下媒体模组能不能解决我们之前拍摄的问题。测试的结果我觉得缺点蛮多的，但是大部分都还蛮符合预期的。可是后来在整理这次出游的影片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片段，简直吓傻了！天哪，你是 GoPro 你给我这种画面合理吗？我们后面再慢慢解释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。欢迎你来到我们频道，这里主要讲述2个程式工程师想要摆脱黑黑的 console 画面，去体验更多的生活。这个频道将会记录许多我们尝试新活动，从第一次慢慢累积经验进化的过程，不时也会分享心得或介绍我们觉得不错的装备。如果你跟我们一样是新手，或者想要尝试更多的生活，可以订阅我们，跟我们一起成长。如果你是有经验老司机，或许可以让你想起以前青涩的模样，也可以让你知道新手会遇到什么问题，让你更好去推荐你的朋友。对我们往后内容有兴趣，不要吝啬订阅我们哦。那我们回到 GoPro 的话题，我们上一代的机子是 GoPro C， 它已经伤痕累累了，但是功能还算正常，所以一代一代的撑到了现在。一直到了几个月前，它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，最严重的就是有低几率一拍摄马上就宕机，没办法拍。但是换了电池以后就好了，所以一直在想说，会不会是电池没有充饱之类的？但是后来到了1个月前左右吧，我们发现有一颗电池，它开始100%的几率一按下去就会马上宕机，没办法拍。那时候还想再撑一下，想说，我们还有2颗电池，应该还可以用吧。就在几个礼拜前，第2颗电池也遇到一样的情况了，并且我们都还是使用原厂的电池。但是这台机子也用了2-3年了，想说，好吧，是时候应该换机器了，所以我们就换了 GoPro 10吧。一拿到 GoPro 10的第一印象，哇，大好多，重量也差了相当多。可能其他人是一代一代换上来的，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，但是放在一起比较，这个大小真的是差超多的。第2个明显的改变是 GoPro C 的速度真的慢很多，我每次按下去都要等的大概3-5秒，那我就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按到按钮。而 GoPro 10因为换了新的处理器，所以速度真的快了许多，操作也顺畅相当多，这是很明显的改变。而第3个明显的改变是 GoPro 7身为最后一代还要带壳才有脚座的机器，造成每次要换电池都非常的麻烦。而 GoPro 10自带的脚架解决了这问题，正当我觉得非常开心可以都解决这问题的时候，才发现加上媒体模组又不是这样。我们现在讲讲以前拍摄遇到的问题。第1个是收音的问题，在一些强风或者是溪流旁边，那个收音品质非常的糟糕，后置也非常难处理掉那些风歇声或者是溪流的声音。来，边穿外套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里是哪里。第2个问题是晚上拍摄的状况。GoPro 因为感光元件很小，所以在低光源情况下拍摄品质都相当的糟，而我们又常常在外面露营，常常会有晚上拍摄的情况。以前都要提醒自己一定要走到路灯下面再开始录，或者是要手上额外拿一个灯，是相当的麻烦。我们到了一个，再来就是 GoPro 使用者最常遇到的过热关机和宕机的问题。我们接下来慢慢看 GoPro 10到底有没有一步一步的解决我们遇到的这些问题。先来说说收音的问题，当然是使用 GoPro 的媒体模组啊。以前 GoPro C 需要额外一个转接头才能外接麦克风，为了这个转接头还有麦克风，还要额外装另外一个壳，才可以把它们组成一个大大的圆柱。而 GoPro 新的媒体模组就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它把转接头、麦克风全部整合在一起，上面还附了2个冷穴，可以让你额外装其他的装置。那安装了媒体模组以后，到底有没有解决收音的问题呢？我们在骑车的情况下测试了3种情境。第1个是 GoPro 10裸机的情况，第2是媒体模组加上的抗风罩、迎风的情况和背风的情况。那我们听听看下面3个声音。然后我们等一下装个媒体模组来测测看，装了媒体模组以后，它的雾线会不会比较小？我们现在装了媒体模组，加上它可爱的小小的抗风防风罩，然后现在镜头的指向性向前方。那我们现在麦克风向的外面，风会直接打到麦克风上面。对，然后我现在是背对的麦克风，那么近的距离，我觉得它声音应该还是录得进去。可以发现装上媒体模组以后，整个收音改善了非常多，虽然还是有一点杂讯，尤其是在迎风的时候，那个杂讯更加的明显，但是整体的声音都是非常干净。这应该是归功于媒体模组的配件防风罩，这大幅的改善我们之前在狂风下想要录音的问题。所以装上媒体模组，目前测试它的收音品质，我觉得还蛮满意的。除非是收音真的很远，或者是多个收音源的情况下，不然应该是不需要再外接麦克风了。
接下来是低光源的问题 ，GoPro 在低光源情况下拍摄还是相当的糟，需要靠补光灯来解决这个问题。而媒体模组自带2个冷却，你可以简单的把补光灯固定在上面，那你拍摄的情况下前景都是清楚的，那你的画面保持一定的品质。那媒体模组有缺点吗？其实是有的。GoPro 10本身内建10米的防水，但是装了媒体模组以后就不防水了，这导致我们去溪边或者是海边游玩的时候，媒体模组就不能用了，这实在是有点可惜。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是，媒体模组竟然用 GoPro 10的内建底座，这导致说我想要换电池的时候，我必须要把螺丝转开，把底座收起来，才能把 GoPro 10抽出来换电池，这是相当的麻烦。虽然说媒体模组内建一个 Type-C 可以让你额外接行动电源充电，但是这整个重量就会变得很大，体积也会变得很大。所以说媒体模组我觉得2个最大的缺点就是：第一，不能防水；第二，要换电池又变得麻烦。如果媒体模组可以自带脚座，并且增加它的防水性的话，那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好用。接下来是 HyperSmooth 的测试。我会想做这个测试，是因为最近刚好在整理去年去绿岛考照的时候拍摄的潜水影片，那个影片真的是相当的晃。我当初还天真的以为潜水都慢慢的游，慢慢的拍，应该使用4K 30帧就可以拍得好好的。结果回去看，整个悲剧，天哪！而这支 GoPro 10的形象影片，它的 HyperSmooth 4.0将 GoPro 放在一只狗身上，这样子跑还是非常的稳定，就让我想象，我们这次去绿岛潜水，它是不是也可以拍出这么稳定的画面？于是我们就做了下面这样的测试。这里讲一下我们的测试情境。我们当初在绿岛考进阶的潜水门证照，要一路导航到大香菇。而我因为没有2台 GoPro 10，所以我们的测试方法是同一个人带同样的水况，在游过去的路上切换不同的模式去做拍摄，去做比较。虽然说时间有点先后差距，但是基本上还是可以做一点参考的。因为 HyperSmooth 它有分3种模式，第一个是关闭，第二个是标准，第三是超高。而在 GoPro 最高的 5.3K 的情况下，没有超高这个选项，所以我们测试的情境是3种，第一个是 4K 120帧 HyperSmooth 是超高的情况，以及 4K 120帧 HyperSmooth 是标准的情况，和 5.3K 60帧 HyperSmooth 是标准的情况。而我们就是游过去，再环到大香菇的时候去拍摄，轮流的切换这3种模式，回来再看它的稳定性的差异。GoPro 画面的稳定性其实相当好的，尤其是在陆地上走路的情况下，几乎已经完全不会感觉到晃动的感觉。但是我们在潜水的情况下，因为水流或者运动，还是会有一些晃动，这个在我们3种测试情境下都会有的。而在 HyperSmooth 超高的情况下，比较少出现一些剧烈的晃动。在标准的，不管是 4K 120帧还是 5.3K 60帧，都还是有一些比较剧烈的晃动。所以以结论来说，我觉得 HyperSmooth 4.0在潜水拍摄影片其实帮助不大。但是 GoPro 10确实还是可以加强潜水拍摄的品质，这里指的是后置的情况。因为水中的生物它的运动感其实不是那么的强烈，所以在慢动作观看的情况下还是挺自然的。而 4K 120帧的拍摄可以提供4倍的慢动作空间，而在 2.7K 的情况下，你可以拍到240帧，可以提供8倍的慢动作。在慢动作的播放下，那些晃动感就少了很多，这些生物就可以稳定的待在画面中。另外一方面，大部分的剪辑软体都提供后置稳定的功能，还可以让我们的画面在原速度的播放下产生较好的播放效果。但是这种稳定功能会造成画面的裁切，而 5.3K 的高画质让我们有更多的裁切空间。虽然 HyperSmooth 4.0在水下没有达成我预期的效果，但是 GoPro 10提供的 4K 120帧和 5.3K 高画质的拍摄，提供很大的后置空间，让我觉得相当不错。接下来就要讲到 GoPro 10的缺点和我一个认为是 bug 的问题。首先是它还是会过热，我们遇到的情境是我们刚才上述在讲 HyperSmooth 测试的情况，但是这个情况是比较特殊，因为我们在水下进行测试，所以几乎是连续40分钟都在拍摄的，并且在防水壳的保护下，它是完全没有办法把热气排出的。我在过热的情况下去摸它，都还是感觉到它温温的。而这40分钟的过程中，我们总共过热了3次。但是除了这3次以外，我在其他潜水的过程或者是陆地上的拍摄都没有遇到过热的情况。都不会宕机的，按了没有反应。而第二个就是宕机的问题，我们在这次9天的旅途中，总共遇到了2次宕机，都是没有预警的一般拍摄，就忽然发现，画面看起来怪怪的，怎么操作都没有反应，按钮按了也没有反应，只能把电池拔出再插回去。
而其中有一次我还装了媒体模组，也就是说我必须要把螺丝转下来，把角座放回去，才能把 GoPros 退出来换贴纸，这真的相当的麻烦。拜托下一代让媒体模组自带角座吧。其实我对于 GoPros 的感想大概就是这样，虽然它没有解决锅的关机和宕机的问题，但是整体的拍摄和使用我都觉得相当满意。但是直到我回家后看到了这个片段。现在讲讲我遇到的情境，我们那时候是潜水玩上来，所以 GoPro 应该是装的防水的情况，然后是 4K 120帧 Hyper Smooth 维持在标准的情况，然后它拍出了一个这样子的画面。其实，在整理影片，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，我觉得相当的吃惊。我还特别把我 GoPro 10拿出来，看看它原本的画面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，结果还是一样。我觉得这个问题比刚才讲的过热关机还有宕机来得更严重，因为如果你遇到过热关机或者宕机，你会知道你现在拍的片段可能有问题，你要检查或者重拍一次，而这个完全没有任何预警就直接发生了。但是原则上，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特殊的 bug， 它不太容易遇到，因为在当时那个时间，其实我们连续拍了2个片段，而第2个片段没有发生一样的问题，我们这9天的拍摄也只有这个片段出现问题，所以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情况下发生的 bug， 但是如果是 bug 就有机会透过更新而解决。希望之后不要再遇到这种问题，不然每次拍摄都会觉得不安呐。整体来说 ，GoPro 10的使用我是相当的满意，顺畅的操作以及拍摄的品质就是那一个令人心痒痒的 bug。如果有认识 GoPro 工程师的，可以介绍一下，我们可以提供这个片段，让他们去 debug， 好好的看能不能解决一下这个问题。如果你有遇过其他 GoPro 的 bug 或者使用的问题或者心得，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讨论哦。最后喜欢我们的可以订阅支持一下，我们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拜拜。